2025年6月5日上午10点，中国金融圈响起一声惊雷，花旗银行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，一次性裁掉上海和大连的3500名员工。一封邮件，几百个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。不是绩效不好，不是公司倒闭，而是总部决定不再需要你们了。更扎心的是，这3500人里，大部分是中年程序员，主力开发语言 Java、Angular、React， 几乎都是在中国外包行业里摸爬滚打10几年，为外资奉献青春和加班夜晚的技术工人。如今，他们的技术还没老，岗位却被一刀切给切没了。你以为裁完就完了？不，背后是一场更大的风暴。这不仅是花旗一个银行的事，这是一场金融业的断链脱钩，是外资全面撤离中国市场的标志性节点。2024年，中国全年经外国直接投资减少1680亿美元，按当时汇率算，超过1.2万亿人民币的资本外流。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资本净流出。而在引进外资这块，2024年全年中国只吸引了45亿美元的境外资，创下1992年以来最低纪录。要知道，2008年金融危机最惨的时候，中国还能吸引927亿美元外资，如今直接变成吸不动了，基本归零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不是政策不好，是企业不敢来，中国已经不再是赚钱的乐土，而是风险的雷区。这次花旗裁员行动，不是花旗自己业绩不好或者中国表现差，相反，他们说得很清楚，此次裁员是全球重组的一环，旨在提升运营效率，减少依赖外包，并将部分技术岗位转移至其他国家。翻译一下就是，我不想把数据放在中国，也不想雇佣中国人了。原因很直接，政治风险、数据风险、供应链风险。过去几年，美国对华限制不断升级，尤其是对金融系统的控制权越来越强。2023年，美国财政部禁止部分金融服务公司在中国提供高端数据建模与 AI 风控系统。2024年，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，要求在中国设有数据处理中心的金融机构限期剥离或撤出。2025年初，彭博社报道称，至少7家华尔街投行已制定全面去中国化的计划。花旗只不过是打响第一枪的巨头之一。中国美国商会与欧盟商会的最新联合调查显示，约有 39% 的外资企业正在考虑或已决定将供应链从中国迁出。有 64% 的企业表示，对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是当前最大担忧。曾几何时，中国是全球最稳定的增长市场，现在成了不可控的黑洞。2025年以来，一系列外资公司开始止血性裁员。欧莱雅4月削减旅游零售线员工，奔驰2月在中国裁员2000人，主要是金融与销售。摩根大通、美银年初裁撤投资银行部员工150人以上。恒生银行裁掉 1% 的核心业务人员，原因是成本压力过大。一句话总结，不是他们不赚钱了，是他们觉得中国的未来太贵，而且不值得赌。从公开数据来看，花旗在中国的业务规模其实已经边缘化多年。根据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历年年报，2019年员工人数为4600人，2023年减少至2800人，营收从2019年的56亿元降至2023年的不到32亿元。在全国的网点数量从2020年的28个城市缩减到2024年只剩9个城市。在对华贷款占比中，花旗中国只占集团全球业务不到 0.3%。裁员3500人，等于彻底清空了其在上海和大连的技术后端部门。接下来，广州、深圳、北京也不会是安全地带。为什么中国吸引外资的黄金时代
彻底结束了。一句话，中国不再是增长故事，而是风险故事。过去30年，中国靠廉价劳动力加巨大市场把全球资本吸进来，如今2个卖点都崩了。廉价劳动力消失了。根据国家统计局，2024年中国城镇制造业平均月薪为7210元，较2014年上涨近1倍。而同期越南、印尼、孟加拉的劳动力成本几乎未变，外资倾斜自然东南亚。巨大市场也虚了。2024年全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仅 3.2%， 创21世纪以来最低水平之一。而且这个增长还是建立在以旧换新、汽车补贴、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堆出来的。更关键的是，政治风险已无法量化。2023年反间谍法修订后，贝恩咨询、凯盛荣英、名瓷集团、鼎涛咨询接连被查，很多外资企业的高层被带走调查，至今下落不明。一个市场的风险不是做得不好，而是做得对也会出事。花旗银行这次裁撤的不是客户经理，不是支行员工，而是技术中枢。上海 APEC 数据中心核心系统开发，大连亚洲区域风控、支付中台、清算系统。这些人不是可替代的蓝领，而是外资信任中国20年的核心数字大脑。如今数字大脑都被拆掉了，什么意思？意味着外资不再相信中国能安全地管理他们的数据，不再愿意把金融后台留在这里，即便这群程序员一天只要100美元，在美国要300美元，他们也要砍。这不是成本决策，这是战略撤退。谁是下一个跑路的外资巨头？根据外媒与彭博、路透的多方交叉信息，目前已有一批外资巨头正在悄悄撤离。德国西门子2025年计划将天津工厂产能转移至捷克和越南。英特尔2024年年底已关停成都封装测试厂一半产线。福特汽车2025年 Q1 关闭重庆一处联合工厂，理由是产能利用率不足。戴尔计划2026年前将中国代工比例降至 10% 以下。同时，曾经最看好中国的高盛、瑞银、摩根士丹利正在把亚太区数据服务 IT 运维、财务外包中心从上海转移到印度海德拉巴与新加坡。简而言之，外资不是暂时离开，是在做不可逆转的迁移决策。当外资撤走，他们带走的不是一个品牌，而是数十万个稳定、体面、无政治风险的中产岗位。尤其是30至45岁的程序员、分析师、财务人员、法务支持 HR， 这群人过去10年在外资企业里，没有大小周，没有无偿加班，年终奖能到3至5个月，社保足额缴纳，商业保险齐全。他们是中国中产的最后堡垒。花旗裁员的3500人不是最低层，而是最不该被放弃的人。他们拥有稳定的履历，过得体面的生活，有房贷、孩子、父母。而如今一纸通知让他们站在了求职市场的最寒冷处。更悲剧的是，他们的岗位被算法替代不了，也被国产公司不敢要，因为简历上写着外资背景，已经成了某种隐形政治标签。最后一问，没有外资的中国还剩下什么？2024年，外资在中国投资市场中的份额，制造业投资比重仅剩 6.8%， 服务业投资比重仅剩 2.9%， 科技研发投入同比下降 48%。而过去10年，这3个数字分别是 21%、12%和增长 20% 以上。外资正在用脚投票，这是一个不再值得期待的市场。没有外资的中国，创新变得困难，没有国际数据流动，没有全球视野，金融更封闭，汇率操控、资本管控、
风险急剧上升。失业潮扩大，每走一家外资公司，几千个中产岗位消失。消费信心崩塌，原本买奢侈品的白领，现在都在拼多多买特价牙膏。花旗的撤退是标志，不是个案。它意味着中美金融脱钩开始实质性推进，外资企业正系统性从中国剥离数据、人力、信任链。它也意味着在没有信任、没有法治、没有预期的环境下，任何人、任何企业都不会长期停留。也许中国真的还没垮，但资本已经先跑了。